仅限行人2元，对，单程2元。大家看完黄浦江的江景，感觉怎么样呢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我觉得作为一个上海人，看到这个浦东浦西的建筑美景，还是蛮自豪的。确实是上海的一张名片。对，这家店是有一个非常不爱吃东西的果果说的，他吃过最好吃的一家餐厅。作为一个上海人，真的很想跟他吵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，来自上海。看我现在是在外滩，现在大概是5点多，然后这个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能见度很高，想来外滩看一下。然后我现在要带大家去坐这个外滩的摆渡船，就是这个金陵东路渡口，它有一般的市民坐的普通摆渡船，而不是观光游览船。我记得是2块钱还是5块钱的票。仅限行人2元，对，单程2元。这里单程2元的票，我们就走这里。但是要先买吗？先买还是刷手机的交通卡的？走，哥哥。超过6点15分坐地铁。进来有一股机油味。然后看那边就是游览的船，好像是多少钱我也不清楚，没有坐过。我们一直都是坐这个船，坐这个下面可以停脚踏车和电动车，然后楼上是站人的这样的普通的摆渡工具。汽油味好重。我们去楼上，楼上味道没那么重，但是空气就比较不通风。这里竟然现在还有卖食物的哦！大家你可以坐这里，你要坐的话坐这里。楼上空间不大，大家都挤在室外要看这个江景，哦，超多人的。还有钓鱼呢。其实看外滩好看呀。这边是浦西，我背后是浦东。其实它每天的亮灯仪式很震撼，但是我不太清楚它几点亮灯。浦西这边的万国建筑群，它会一瞬间同时开灯。这边就是浦东了，转到浦东了。东方明珠3件套，现在3件套是哪3件我也搞不太清楚，应该是东方明珠，还有那个开瓶器，还有一个军刀楼啊，糖葫芦大楼，对不对？今天天气真的很漂亮。爸爸经过这个糖葫芦会干嘛？不会干嘛？这样坐一坐，大概10分钟就可以到对面。对面应该是什么渡口啊？东昌路渡口，应该是东昌路渡口。也就是走一走，走到那个陆家嘴的核心区，大概是10分钟左右。游不过去的啊！你看那边还有更高的，那个3件套，开瓶器，这个更高的。像101的哦，很像101啊，对，有一点。这个灯也很像那个迷宫的。对，这边浦西，我们来看看浦西。浦西这边还不漂亮，要那边那个钟楼那里漂亮。有点远。我看得到在那里。对，有时钟的。哦，这一幕有没有很梦幻？
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能见度很高，所以把这个东方明珠东方的一颗明珠显得很美。什么是明珠？就是发光的那种漂亮的。我们快要到了，你看，已经要到浦东了，这里，就是河的黄浦江的东边，这边是西边，我们要刚刚从西边坐船要去东边。这里就是，坐过来大概10分钟都不到，一下下就到了。毕竟黄浦江不宽，黄浦江感觉还没有淡水宽。这里应该是东昌路的码头，然后抬头就是这个最高的，这个应该是上海中心吧，我也不记得名字。对的，这里就是东昌路路口，你要再坐回去也可以，其实。对，我作为一个上海人的记忆还在，就是可以从金陵东路这个码头直接坐市民摆渡船，2块钱的船票，摆渡黄浦江，我觉得是比那个游览的船有意思啦，就是比较 local 一点。游览的船它好像是原路出发，原路返回，回到原来的码头。那我们就是渡江渡到了浦东这边，可以到陆家嘴那边去看一下高楼。看一下水泥森林，这边就是摩托车、电动车、脚踏车都是走这边，行人先上2楼，然后那个车在楼下。大家看完黄浦江的江景，感觉怎么样呢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我觉得作为一个上海人，看到这个浦东浦西的建筑美景，还是蛮自豪的。确实是上海的一张名片，只是人真的有点多。那我们刚刚是从浦西坐到浦东，因为我们晚上在浦西这边吃饭，所以又再度从浦东回到了浦西。沿着这个黄浦江一直要到外白渡桥那边去吃饭。这边路边好多人在等那个亮灯。都已经开始了，怎么还在等？没有会出会灯。我看到路边好多人在等那个亮灯，应该是6点亮灯吧。现在天气黑得早，可能6点，之前可能6点半。然后刚刚那个钟都亮了，哦，亮了。这好看了。那他这个时间都提前了嘛？不是标准时间，是这个是6点对，外滩时间。外滩时间6点钟，他那个钟提前敲了，那个对，那个钟的音乐就是东方红。对，他比我苹果这个手机的时间提早5分钟好像。四季民福烤鸭店在3楼。好。哦，有小孩桌，你们等一下就坐在那里去玩吧。你们等一下，8个人4大4小，对，要4张，然后4套宝宝餐具，对，谢谢。这个四季民福它是北京很有名的一家烤鸭店。我们当时到北京去的时候，在那个故宫店等了大概6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，很夸张，好像500多桌前面有。它其实是蛮平价的烤鸭，没有到很贵，就是一只是259，159半只，然后还有一些菜是
它其实不算价格很贵的一家烤鸭店，但是今天这个位置还是蛮高档的，就是你们可以看我外面的场景，它是在北外滩，然后外面这是保留的建筑，下面就是这样子的阳光。对，因为我也是很久没来这里了，听说北外滩发展的不错。然后为什么来这家店呢？这家店是有一个非常不爱吃东西的国货说的，他吃过最好吃的一家餐厅。他之前在另一档节目上说上海没什么好吃的东西。作为一个上海人，真的很想跟他吵架，很想跟他在节目上吵架，但是顾虑到毕竟是一个主持人，不能灌入太多自己的个人感情，所以后续就在家里打架，开玩笑。对，他本身其实是一个不太爱吃东西的人，所以他说没有好吃的东西，这个是很没有公信力的。但是他说这家好吃呢，那肯定是真的好吃的。我们等一下来看看今天吃的是什么。这咱们特色鸭血旺，你来要？鸭血旺，好吃吗？那我帮你包一个。这咱们松鼠桂鱼，你来要？是茄汁味的，甜甜的鱼肉，还有好几种酱，这个是烤鸭酱，这个是蒜泥干，然后这个砂糖是吃鸭皮的，京葱，这个腌萝卜，哈密瓜，小黄瓜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吃吃看。第一种吃法是牛肉干翅，咱们鸭皮蘸白糖，入口即化，鸭血蒜泥润而不腥。第二种吃法是夹起咱们一面饼皮，鸭饼每一层上面都有红甘蔗需要注意切掉。咱们这边夹起2到3片鸭肉，蘸起咱们经典的甜面酱，放在里面中间。葱丝都有吃吗？好的，咱们加一点葱丝。鸡蛋黄色，然后还有一点西米水和核条，采用从下至上，从左至右，从右至左这样一个包法就可以了。红色的怎么那么大？第二种、第三种吃法的话是同样也是起一面饼皮，它是北京创新的一个吃法，采用的是北京独特的海棠果和山楂果秘制而成的海棠森林酱。咱们同样也是起一面饼皮，涂掉黄沾纸，夹起2到3片带皮鸭肉，蘸起咱们的海棠森林酱，放在饼皮中间。加的是咱们的黄瓜条和哈密瓜条。好，豆皮年的。同样采取从下至上，从左至右，从右至左的包法，这样一个就好了。哦，那个是什么山楂酱？这个是山楂果和就是它是那个海棠森林酱，是山楂果和海棠果秘制而成的。哦，咱们这边3种做法就给您介绍好了，这边再一看，你拿手我妈妈到手你吃，拜托你吃一口。圆6色的。你要不要来吃一个这个？妈妈，那你吃点饭。好喝。我忘了哟，那我不要这个，包一个，不要可以。这个是爆肚，爆肚是我很喜欢吃的，它就是肚在沸水里，应该是几秒就捞出来，非常爽脆可口。爆肚还有特制的那种酱，麻酱。看好吃吧，非常爽口。这趟回上海的影片就分享至此。有些遗憾的是未能带岳父岳母来上海看一看，那就把用心安排的行程分享给大家一下吧。以下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根据上海时下的热门，花了2天苦心安排的行程。近期有要去上海的朋友，可以赶紧拿小本子记下来哦。第1天抵达上海，可以安排住宿虹桥附近。半天的行程可以选择去江南水乡的七宝老街，或者水上卢浮宫的广富林遗址。因为这样，晚上就离我去的那家高 CP 值古代餐厅很近了。那家餐厅叫圣宫宴，位于松江区梅家浜路1499号，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定位，会是一场不错的沉浸式用餐体验。第2天上午出发前往城隍庙，
看一看传统手工艺，走一走九曲桥。中午在九曲桥边吃一顿南翔小笼馒头，下午呢比较建议直接打车到外白渡桥，从北往南走，这一段是外滩的精华，漫步 1.3 公里，一路走到金陵东路摆渡口，搭2元的摆渡船，到达浦东东昌路渡口，可以再慢慢走，也可以打车，1.5 公里到达陆家嘴金华区东方明珠脚下。东方明珠就不用上去了，上海人上去是会被取消上海户口的。陆家嘴用餐的选择非常多，晚上就打车回浦西，住在外滩沿江区域。摆渡的行程就在我这支影片的前面有介绍。第3天先到张园石库门看一看，地方不大，相比新天地要更新一些，小一些。走个10分钟左右，可以到目前的网红景点路易号看一看。要进入路易号内部的预约流程，在之前影片有分享，有兴趣也可以再私问我。中午可以去号称上海排名第1的东泰祥吃生煎馒头，但是这个是发面的生煎馒头，皮比较厚，面皮比较有韧劲。另一种小杨生煎属于不发面的，皮薄底脆。不喜欢生煎的话，路易号所在的信业太古汇也有许多其他选择。下午打车去静安寺逛逛，也可以沿途慢慢走过去，可以经过马勒别墅和上海展览中心，都是很漂亮的建筑。晚上我安排的席家花园用餐，上海本帮菜，虽然口味不算评价特别高，但是位于上海老洋房内的用餐环境也算比较有特色。晚上呢，依然住在外滩，可以顺便去南京东路逛逛。第4天，上午打车到武康大楼看看这个网红景点，然后沿着天平路一直走，会经过一家老集市餐厅，许多明星去吃过，但我作为上海人到目前为止还没吃过。大家吃过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评价如何，记得要提前定位哦。下午可以在徐家汇商圈逛逛，美罗城里面很好逛哦，欧式街、日式街都很杀时间。也可以一路走到天主教堂看看。晚上可以在南丹路玉信记蟹黄面用餐，体验一下只有在大陆才吃得到的蟹黄面，好吃到飞起来。这天走完，我的行程安排是住在徐汇区，因为打算后2天去苏州、杭州，从上海南站出发会很方便。如果再加上1天上海行程的话，可以安排我之前分享过的上海 City Walk 精华路线，从田子坊出发，看看上海老弄堂，中午阿娘面馆吃一下本帮红汤面，面的质感和台湾很不同。下午从思南公馆走到新天地，可以逛逛淮海路。上海的路线大致是这样，这些路线是我考虑到老人孩子情况下比较轻松的。如果有疑问可以再私下问我，我有个 LINE 群可以加入。另外我们公司也是做旅游的，目前比较热门的线路有江西、湖南、北京、东北、贵州等地，还有2条得奖的明星线路，是越南北部秘境加上广西得天瀑布或者云南红土地普者黑的。有兴趣也可以私下问我，但是不会有折扣哦，因为我们家行程价格很实在，不虚高，安排的也很到位，口碑非常好。好了，本次回老家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您收看，下一期我们台湾见。
餐，垃圾食品，地沟油烧烤，地沟油龙虾，科技龙虾，地沟油烧烤，很活烧烤，很活。真的出去久了还会想念这些东西，偶尔想吃一吃，都没机会出去吃啊。2个小朋友太难带，然后只能叫外送到家里。还好这里外送真的有时候比店里还要便宜。那我朋友说就是平台给了很多资金，然后平台其实是抽店家的成，所以店家现在很卷。